科学家发现，人类可能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而看守这座监狱的竟然是我们看不见的隐藏维度。你以为自己能够自由行动，前后左右上下随意移动，但物理学家们通过计算发现，我们其实被死死地锁在一个3维的牢笼中。更诡异的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块小磁铁就能对抗整个地球的引力，把回形针吸起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地球97%的引力正在向某个看不见的维度疯狂泄漏，就像一个漏水的水桶，而我们感受到的引力只是剩下的那3%。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那些消失的引力真的流向了隐藏维度，那里会不会藏着另一个完整的世界，甚至另一个版本的你？而最可怕的是，物理学家已经用数学精确推导出了这些维度，但他们却始终拿不出能让普通人看懂的证据。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这个故事要从1个世纪前说起。1919年，一位名叫卡鲁扎的德国数学家做了一件让整个物理学界震惊的事情，他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4维时空直接扩展到了5维空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当他把5维方程式展开之后，奇迹般的发现，这些方程式竟然自动分离成了2组，一组是描述引力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另一组居然就是描述电磁力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换句话说，在5维空间中，引力和电磁力原本就是同一种力，它们只是在不同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而已。这简直就像你突然发现，你以为完全不认识的2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双胞胎兄弟。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如果真的存在第5维度，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我们的世界看起来只有3个空间维度？7年后，另一位物理学家克莱因给出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答案。他说，第5维度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被卷曲成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圆环，这个圆环的半径只有10的-30次方厘米。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到整个太阳系那么大，这个第5维度的圆环可能还没有1粒沙子大。我们就像是一群生活在电线表面的蚂蚁，对于蚂蚁来说，电线只是一条1维的线，但实际上电线有厚度，只是对蚂蚁来说太小了，根本感觉不到。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更惊人的还在后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们发现了强合力和弱合力，这下麻烦就来了。如果只有引力和电磁力，5维空间刚刚好够用，但现在有4种基本力了，5维空间明显不够用。于是物理学家们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们直接把维度数量往上加，先是26维的波色弦理论，然后是10维的超弦理论，最后发展到11维的 M 理论。你没听错，是11维。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能看到的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之外，还有整整7个空间维度被卷曲，隐藏在某个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地方。那你可能会问，这些科学家是不是疯了？凭什么说存在这么多维度？答案会让你更加震惊。因为弦理论的数学方程式告诉他们，如果不引入这些额外维度，整个理论就会崩溃，方程式根本无法成立。这就像你在解一道数学题，发现无论如何都算不出答案，直到你突然意识到这道题其实是一道立体几何题，但你一直在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解。只有当你把维度提升到足够高的时候，所有的力才能完美的统一在一起，所有的矛盾才能消失。更可怕的是，这些额外维度可能真的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这个人类建造的最庞大的科学仪器，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额外维度存在的证据。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在足够高的能量下，让质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猛烈对撞，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卡鲁扎克莱因粒子的东西。这些粒子就是额外维度泄露到我们3维世界的痕迹。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发现了这些粒子，那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只是一个更高维度宇宙的一个薄薄的切片。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有些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叫做膜世界的理论。他们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包括地球、太阳、银河系，所有你能看到的一切，其实都被束缚在一个3维的膜上。这个膜就像一张巨大的纸，漂浮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而引力之所以这么弱，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可以逃离这张膜的力，其他3种力，电磁力、强合力、弱合力，都被死死地钉在这张膜上，哪儿也去不了。但引力不一样，它可以自由地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传播，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引力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存在着其他的膜宇宙，它们就像一摞摞的纸张堆叠在高维空间中，每一张纸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而这些宇宙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0.几毫米，但这个距离存在于我们无法进入的第5维度中，所以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那里。更疯狂的是，有科学家猜测，
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个困扰物理学界几十年的谜团，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秘物质，而是其他魔宇宙的引力通过高维空间泄露到我们这个宇宙的结果。那么，到底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额外维度真的存在呢？科学家们想了很多办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如果额外维度存在，那么在高能碰撞中应该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粒子，或者发现某些粒子突然消失不见了，它们可能逃进了额外维度。第二种方法更加精妙，叫做引力反平方定律检验。牛顿告诉我们，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平方而减弱，但如果额外维度存在，那么在非常小的尺度上，比如几毫米甚至更小，引力的衰减速度应该会发生改变。科学家们用极其精密的扭秤实验，在实验室里测量微小距离上的引力，试图找到额外维度的蛛丝马迹。英国的拉瑟福德阿普尔顿实验室甚至计划用超强激光来撕裂真空。他们认为真空并不是真正的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虚粒子对。如果用足够强的激光轰击真空，可能会把这些虚粒子对强行分离，而在这个过程中，额外维度可能会短暂地暴露出来。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这是真实的科学实验计划，但现实是残酷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实验都没有找到额外维度存在的直接证据。大型强子对撞机运行了这么多年，虽然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但始终没有发现卡鲁扎克莱因粒子。引力实验也在不断提高精度，但还是没有观测到引力定律的偏离。这是不是意味着额外维度根本不存在？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可能还远远不够，要直接观测到额外维度，需要的能量实在是太高了。根据弦理论的计算，要完全展开所有的额外维度，需要的能量相当于10的34次方焦耳。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把全人类一年消耗的所有能源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1000。要达到这个能量，我们需要建造一个直径相当于整个太阳系那么大的粒子加速器，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额外维度理论在数学上完美无瑕，它能够统一所有的基本力，能够解释为什么引力这么弱，能够预言暗物质暗能量的来源，甚至能够为宇宙的起源提供新的解释。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用实验来验证它，这让很多科学家非常纠结。有人说，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无法被验证，那它还能叫科学理论吗？它是不是应该被归类为数学或者哲学？但也有科学家坚持认为，额外维度理论依然是最有希望统一物理学的理论。他们指出，历史上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在提出的时候都无法被当时的技术所验证。比如原子的存在，在19世纪被提出的时候，也被很多人质疑，直到20世纪初才被实验证实。也许额外维度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还不够先进而已。而且最近几年，物理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间接验证额外维度的新方法，比如通过观测引力波，因为如果额外维度存在，引力波在传播过程中的行为应该会有微妙的不同。再比如，通过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寻找早期宇宙中可能留下的额外维度痕迹。这些方法虽然不能直接看到额外维度，但可以通过它们的影响来推断它们是否存在。那么，如果额外维度真的存在，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3维的世界里，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可能有10维甚至更多。我们就像是黑客帝国里的人类，生活在一个被严格限制的现实中，而真正的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次，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命运的理解。如果魔宇宙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的大爆炸可能根本不是从一个基点爆炸产生的，而是2个魔宇宙在高维空间中碰撞的结果。而且这种碰撞可能会周期性的发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宇宙可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遥远的未来，我们的宇宙可能会再次与另一个魔宇宙碰撞，产生新的大爆炸，开启新的宇宙循环。最后，如果人类未来真的掌握了操控额外维度的技术，那简直就是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那么星际旅行可能就不再是梦想了。在3维空间中，从地球到最近的恒星需要飞行4光年，但如果通过高维空间的捷径，这个距离可能会大大缩短。这就像蚂蚁爬过一张弯曲的纸，如果它只能在纸的表面爬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如果它能够穿越纸张，直接从一点到达另一点，那就快得多了。但这一切都还只是理论，我们现在连额外维度是否存在都不确定，更别说操控它们了。不过科学的魅力就在于此。100年前卡鲁扎提出5维空间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影响着整个物理学的发展方向。
也许再过100年，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额外维度存在的确凿证据。那时候回头看，今天的我们就像是被困在洞穴中的原始人，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却看不到外面真实的世界。所以额外维度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对现实、对存在本身的理解。它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可能隐藏着更加深刻、更加奇妙的真相。这个真相正等待着人类去发现。